你以为当下中东的动荡只是为了抢夺资源和地盘，其实在这个背后隐藏着一个为了加速末日甚至不惜动用核武的宗教执念。但更不可思议的是，这群人的疯狂举动恰恰应验了地质学家和灵媒们共同指向的2026年全球业力大释放预言。今天 Jenny 就带大家从更高维的视角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要看懂今天这个世界的乱局，我们得先了解一个在现实3维世界里正在被疯狂推进的末日剧本。这份资料里揭示了一个极其毁灭性的底层信仰。在伊朗的某些极端什叶派高层和激进组织心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叫做第12位伊玛目，也就是大家可能在新闻里偶尔会听到的马赫迪。在什叶派的核心信仰中，第12位伊玛目马赫迪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是整个宇宙正义的终极承载者。公元874年，第11任伊玛目的幼子穆罕默德本哈桑阿斯卡里在伊拉克萨麦拉的一口深井旁失踪。什叶派认为他并未死亡，而是进入了大隐遁状态，由真主保护，长生不老，直至末日降临。马赫迪被视为时光的主宰，预言说他将归来时，世界将充满不公与压迫，而他将领导一场全球性的圣战，并在耶路撒冷建立统治，让正义回归人间。这是理解当前伊朗核武执念的关键。传统什叶派，也就是禁止派，认为马赫迪归来的时间由真主决定，人类只能虔诚地等待。然而1979年革命后，末日加速轮逐渐占据了德黑兰高层的意识形态。加速派认为马赫迪归来是有前置条件的，预言中提到几点：一是社会极度动荡，大规模的战役、饥饿、瘟疫，红色与白色死亡。这里红色指的是鲜血，白色指的是瘟疫。疫情的出现让他们认为世界满足了这个条件。二是暴君的出现，如预言中的苏菲亚尼在大马士革崛起并进行屠杀。在预言中，苏菲亚尼是马赫迪这个救世主的死对头，相当于基督教预言中的反基督。大马士革是叙利亚的首都，在古代圣训中，它是末日大决战的战略中心。预言说，苏菲亚尼会利用叙利亚内部的动荡，注意，这与近些年叙利亚的混乱局势惊人吻合，夺取政权。他会逐渐横扫叙利亚、伊拉克和周边的5个地区，建立一个短暂但极其血腥的暴政。三是领袖的更迭，阿拉伯半岛统治者的死亡引发权力真空。这句预言在什叶派末日论中被称为阿卜杜拉之死。它是触发救世主马赫迪现身的最后一个，也是最精准的倒计时信号。在什叶派的核心经典圣训中明确记载，如果有人能向我保证阿卜杜拉的死，我就能向他保证马赫迪的降临。其实早在2015年1月，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赫去世，当时整个中东的什叶派信徒都陷入了巨大的震动，因为名字完全吻合。预言说，这位统治者死后，他的继承人之间会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导致政权不稳。阿拉伯半岛、现在的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会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在德黑兰的加速派眼中，沙特阿拉伯不仅是一个石油大国，更是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守护者。预言认为，当阿拉伯半岛的领袖死后，新的统治者将无法像老国王那样压制各方势力，权力真空会导致各种武装势力涌向麦加。在这种极度的混乱中，隐遁了1000年的马赫迪将会在麦加的天房旁正式现身，向全世界宣告他的回归。既然阿卜杜拉国王在2015年已经去世，为什么这个预言在2026年依然具有爆炸性？当前的焦点是，现在的沙特国王是年事已高的萨勒曼，而实际掌权的是他的儿子，性格强悍且充满正义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德黑兰的加速派，尤其是那些盯着2026年的人，一直在等待沙特现任国王的更迭。他们认为，一旦老国王去世，王位继承过程中必然会爆发兄弟阋墙或严重的政治动荡。这就是为什么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频繁攻击沙特的炼油厂和机场。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打仗，而是在物理上加速这个权力真空的产生。大家听明白了吗？预言里说的领袖更迭，指的其实就是沙特政权的交替。在我们普通人眼里，老国王去世是由于高龄，是地缘政治的变动；但在德黑兰的加速派眼中，沙特王位的任何波动都是救世主推门进屋前的最后脚步声。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德黑兰的决策者，你相信只要沙特乱了，马赫迪就会回来，那你还会寻求和平吗？你一定会想尽办法在2026年这个敏感的时间点去推倒那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这种为了应验预言而制造动荡的逻辑，才是中东局势最无解的死局。在这一神学框架下，美国这个大撒旦和以色列这个小撒旦不再是简单的政治对手，而是阻碍救世主降临的摩罗。消灭他们不是为了领土，而是为了扫清末日降临的障碍。为什么伊朗不惜忍受数十年的制裁，也要研发核武？在理性政治家看来，这是为了政权保命，但在末日者眼中，核武具有神圣的剧本功能。作为召唤灵的末报，预言中描述末日会有天空变红、火光冲天，核武器释放的毁灭性能量与经文中描述的末日景象高度吻合。对于激进派来说，核武不是毁灭，而是开启新世纪的时间门票。面对利益至上的西方，伊朗正在用末日神学逻辑进行对冲。既然预言注定要有一场最终决战，那么拥有核武器就是确保这场决战能够触发天启的关键。2026年，当丙午红马遇上末日脚本，我去年在朋友圈提到，川普是丙午化气格，今年丙午年必定声势浩大，他会做出更多挑战。中国民间传说中有一个极其神秘的职业，他走街串巷卖菜刀，但只赊不卖。射刀人会留下一个看似荒诞的预言，如等米价跌到几分钱，等雪下在盛夏时，如果预言实现了，他们才回来收钱；如果没实现，刀就白送。这种行为被认为在测天机，他们留下的判词通常预示着社会大变革、天灾或朝代更迭。网上流传2025年射刀人出现在马来西亚，留下26红马、血火喷等判词，预言2026年农历丙午马年将有剧烈动荡。西方灵媒也有感应，艾普利尔 April Crawford 声称自己在通灵状态中看到了未来时间轴上的一个断裂点。他描述自己看到了巨大的发光的蘑菇云在多个平行线上升起。他强调这并非单一地点的爆炸，而更像是全球连锁反应的一部分。不同于一般的恐怖预言，艾普利尔表示他看到的蘑菇云时间线并非100%不可改变。他认为这是一种最高概率的负面未来。如果人类的意识状态和集体决策不发生改变，这条时间线就会在2020年代中期到后期，大概就是在2025年到2029年间变得愈发清晰。我们要意识到，与德黑兰谈判的难点在于，你和他谈利益，他和你谈神谕；你试图避免战争，他认为战争是拯救灵魂的唯一通道。如果这种末世神学真的已经渗透进决策层的骨髓，那么核武就不再是谈判桌上的筹码，而是他们献给消失的伊玛目的一份厚礼。提到伊丽莎白·艾普尔 （Elizabeth April） 这位传奇灵媒，最震撼的发现不是灾难，而是观察者效应。艾普利尔曾通过遥视潜入2026年的未来，他确实看到了一朵令人心碎的巨大蘑菇云，但他随后说了一句极其深刻的话，那只是救地球的自动导航结束。想象一下，如果你坐在一部设定好终点是毁灭的自动驾驶机上，你只闭着眼睛随波逐流，这朵蘑菇云就会是你的宿命。因为救地球的操作系统是建立在仇恨、匮乏和对立之上的。只要人类的集体意识依然沉溺于寻找谁是撒旦、谁是敌人，那条毁灭的跑道就会自动收束，变成现实。
为什么现在的社会分化得这么厉害，甚至连家人之间都会因为观点不同而反目？这其实是两条时间线正在发生物理性的分离。艾普利尔和尼奇都观察到地球的频率正在整体拉升，这时候那些拒绝改变、依然充满暴力、焦虑和攻击性的人会留在旧线上，在那条线上，由于能量的枯竭，他们会感到生活越来越苦，冲突越发频繁，而另一群人开始向内求。他们不再纠结于外界的对错，而是专注于提升自己的平和感。这群人正在切入新线，两条线的距离越来越远，直到未来某天，处于两条线上的人甚至会发现，他们眼中的世界完全不是同一个。曾2度获得年度灵媒称号的杰尔·杰克逊 Jill Jackson 认为，2026年是地球的大规模清理年。很多朋友反馈，最近经常失眠、梦境古怪，或者无缘无故地感到灵魂深处的疲惫。杰克逊解释说，这其实是你的肉体在响应地球频率的强制调频，就像我们的电脑系统升级前会发烫一样，和卡顿一样。甚有甚者，你会经历人生180度的大转弯，比如突然被裁员，就像我之前的经历，突然想搬离住了20年的城市，或者想彻底放弃原本光鲜的职业，去卖花，去修行。杰克逊说，请不要恐惧，这绝不是厄运，这是你的灵魂碎片在感应到危险后，强制把你从那艘即将沉没的旧地球客船上推下来，逼你去寻找属于你的那艘救生艇。在动荡中扎根的3个秘诀。第一是停止喂食恐惧，无论你支持川普还是反对他，无论你对地缘政治有什么看法，请记住，只要你情绪激动，你就在为那个即将崩盘的旧系统供能。那些操控恐惧的力量最渴望的就是你的愤怒，因为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能量。当你学会关我屁事儿，你就在物理上切断了与旧线的联系。第二点是回归最基础的生命调频。美国地球物理学家伯恩斯 （Geophysicist Stanford Burns） 建议我们好好吃饭，多喝水，坚持散步，练习深呼吸。这些听起来像废话，但是在高频震荡的2026年，这是最硬核的保命符。你的身体需要这些基础动作来稳定磁场。当你的心跳与大自然的频率同步，外界的大地震就无法和你产生共振。第3点是拥抱转变的阵痛。如果你正在经历裁员或职业转型，把它看作是宇宙给你的离职补偿金。旧的赛道已经挤满了即将坍塌的意识形态，现在的动荡是在为你未来的新生活挪腾空间。如果不清空，新能量根本进不来。各位，2026年世界的局势注定是混乱的，因为旧的墙必须倒下，阳光才能照进来。但请记住，世界可以混乱，你的内心却可以和平宁静。我们不是在见证文明的毁灭，我们是在见证一个高频新世界诞生前的阵痛。不要盯着那个倒下的巨人，转过身看向那个正在升起的太阳。我是 Jenny， 下一期在新世界的时间线里见，拜拜。